各位朋友啊，日本一夜变天，自民党狂揽了316席，执政联盟的席位呢突破了350，创下30年来最大的胜利。日本社会集体向右转，军国主义的幽灵借尸还魂。金灿荣教授指出啊，日本现在非常危险，建议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啊。金灿荣国师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可以说啊，这个金教授一针见血的清晰的指出了现在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黄金窗口期。那中国什么态度呢？中国的表态一如既往。8号，在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高市早苗得以继续执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选举是日本国内事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撤回高市涉台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展现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基本诚意。选举是日本的国内事务，但本次选举反映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以及思潮、动向、趋势，值得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深思。应见不远，不可不察。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而不是漠视国际社会的关切，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而不是背信弃义。日本极右翼势力若误判形势，恣意妄为，必将遭到日本人民的抵制和国际社会迎头痛击。中方对日政策始终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不会因日本某一次选举而变化。我们再次敦促日方撤回高市涉台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展现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基本诚意。我们也要正告日本执政当局，中国人民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捍卫2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击和挫败各种反华势力挑衅妄动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再次敦促高市早苗撤回错误言论。他选举没胜利的时候都不撤回，选举胜利了他还能撤回吗？所以我觉得中国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呢，简直是给自己往脸上抹黑吧。这种无效的让别人看笑话的话以后就少说吧。金灿荣国师都看不下去了，你赶快吧。2月8号啊，日本进行了这个众议院重新改选这个最后的结果的，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知道了啊。应该是现在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大胜嘛，一个党啊就拿到了316张票，就过了2/3。不过加上那个他的那个执政盟友那个伙伴叫维新会，那他现在的支持率在350张以上。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是自90年代初以来吧，30多年来自民党这个最大的一次胜利吧。那么它还是反映这个整个日本社会往右转，右翼就是传统的民族主义吧，是吧？就这个事儿应该是对地区有一点警醒作用吧。日本跟那个俄罗斯啊、中国啊、朝鲜关系都不好，美国还欺负他。这个时候呢，他觉得老受欺负，需要领导人呢对外强硬。所以对外强硬啊，搞民族主义路线，在日本现在比较得人心啊，尤其对华比较强硬，是拉票的。所以高市早苗呢，应该讲上任时间不长，但是支持率还可以。有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他
在外交上是吧，走的那种就是比较强硬的右翼民族主义路线。高市呢，应该经过这一场选举呢，就成为一个比较强势的日本首相，对吧？那么对地区来讲，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了，就是高市早苗是右翼的一直想修宪，把日本这个和平宪法改一下啊，然后把日本改成一个普通国家或者正常国家，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日本正常国家化以后，它的军力肯定是发展的。会不会直接一步到位啊？找到二战前那样的军国主义倒很难说，但是他借着正常国家之名吧，对吧？走向一个军事上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这个方向大概是确定了的。所以这个周边国家要保持更大的警惕吧。应该讲，他现在从民意角度他是获胜了，年轻人对吧？对他支持率都相当高，但是呢。这次众议院选举获胜，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吧？他以后执政顺利，就债务问题很严重，然后呢，那个老龄化是个大问题了，因为这谁都很难解决的。出口呢也没以前顺利啊，因为实际上呢，经济问题还是很严重的。美国倒是支持他啊，政治上支持，可是美国经济上敲他的竹杠啊，所以他以后执政的困难还是很多的。这个特别是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如果发生那个泡沫破灭，那对他的打击还是很大的，对他的这个未来执政前景呢，我们要看一看啊，不容易。然后当然从我们外部，我们很关注一个问题，他会不会修改和平宪法？那么现在至少从众议院来讲，这个障碍已经没有了，能不能闯过参议院这一关，目前还是没有把握的。参议院自民党不是多数席，然后还有一个得全民公投。全民公投呢，我估计到最后一刻啊，左派、中间派也会团结起来阻拦一下。至于说国际上的情况呢，美国可能他也在犹豫，美国有没有下决心啊？从现象上看，这个在临近投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吧，公开支持了高市早苗。这对高市大胜也是一个帮助吧。一方面呢，他可能希望啊，日本摆脱和平宪法，成为这个一个更有效的这个美国的棋子啊。但是可能美国国内始终还是有些人对日本是有怀疑的，那个怀疑派可能就不一定啊。所以对下一步吧，外界特别关心的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啊。应该说就是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但不是确保100%确保它一定能够成功。中国是有理由保持高度警惕的，或者说中国是最有理由的，因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害啊，可能是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吧，所以对它的那个叫全面的这个右倾化啊，甚至走上军国主义化，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啊！如果日本再走那条道路，再想以牺牲中国，对吧？希望通过牺牲中国来赌国运啊，因为物理上讲这条路应该是走不通的。我觉得首先还是我们国内要保持团结啊，以前就是把这个15规划给它落实好，让国力啊持续增长，保持对日本的力量优势啊。再一个可能叫这个调整政策，这个要运用这个国力了，对吧？就是在日本全面这个重新这个成为军事强国之前吧，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我们要对周边的环境啊加以某种治理吧，对吧？因为现在外部啊，日本好像就是服美国，对其他国家都不屑一顾。当然对俄罗斯他有一点忌讳啊，因为俄罗斯是核力量强大嘛，而且那个他相信俄罗斯是敢用这个力量，但主要还是对美国有忌讳啊。那么现在美国的态度是鼓励他往前走，往右翼啊保守化方向走，所以呢，那个至少从现象上看啊，现在日本这个内部政治变化吧，全面右倾化，符合美国利益的，符合美国期待的。当然再往后呢，可能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出来，因为美国总的思路就是日本力量要强一点，
如果中美冲突，日本要冲到美国前面啊，但是呢，就是说，在美国眼里呢，日本总体来讲还是美国一个棋子的，不能把自己当棋手啊。日本的整个战略要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对日本目前是鼓励他增强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吧，多承担一点跟中国对抗的责任啊。但是呢，是不是就完全放任日本？那么现在应该讲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同志们呐，中国的历史的战略机遇期从来都是打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呀。当前的机遇千载难逢，稍纵即逝啊。金灿荣教授指出，必须赶在日本全面实现军事现代化、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之前，解决台湾问题。这绝非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冷酷的战略考虑啊。第一，时间窗口正在收窄，日本右翼当权，修宪扩军必将加速。一旦让其顺利地完成军事的正常化，东亚力量对比将更复杂，统一成本将急剧升高。日本右翼主动递刀子，给了中国充分的道义优势。二，美国的战略矛盾期，美国既想遏华，又怕摊牌，既想武装日本对付中国，又怕日本彻底失控。这种战略犹豫期正是中国行动的宝贵机会。若等到美国内部完成整合，决心全力的保护台湾，局面将困难得多。三，台独与日本右翼的必然合流，高市政权与台独的势力勾连将空前紧密，解决台湾问题就是斩断日本右翼干扰东亚事务最直接的黑手，能起到敲山震虎的战略效果。四，以攻代守，破解围堵。在美国试图用岛链围堵中国的棋盘上，台湾是核心的枢纽，主动解决台湾问题，能一举瓦解第一岛链，迫使美国及其盟友的整个西太平洋战略陷入被动。面对如此的局势，中国不能再抱有水到渠成的浪漫的幻想了，时间不站在等待者的一边，首要任务当然是要保持内部的团结，聚精会神发展经济，扎实推进“15+5”规划，让中国的综合国力优势越来越大，这是所有战略的根基。同时呢，对外政策必须得做出坚决调整，要合理果断地运用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在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上，不能再给对手无限期拖延的机会。这不是好战，而是最清醒的危机预警和最务实的战略抉择。继续拖下去，等来的不会是水到渠成，只可能是夜长梦多。当对手已经亮出了獠牙，最好的回应不是绥靖，而是亮剑。日本右翼的疯狂恰恰暴露了美日同盟的外强中干，解决台湾问题，解决东亚困局，正当其时。天欲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啊！是继续被对手设定的节奏牵着鼻子走，还是主动出牌，一举奠定东南亚的100年格局呢？答案就在这届政府的手中。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